咖啡杯碎裂的声音像一把刀，割开了我5年筑起的防线。我蹲下去捡，指尖被瓷片划出血珠，却感觉不到疼。那道声音在头顶响起，低沉带笑，熟悉的像一场永远醒不来的噩梦。这末巧，我抬头，那个男人倚在桌边，手里攥着那串我曾在深夜里无数次凝视过的车钥匙。5年了，我以为早把他埋进坟墓，可他只是看着我，像看着一只逃不掉的猎物。许小姐，他俯身，呼吸喷在我耳畔。你以为躲得掉？我没说话，只是攥紧了口袋里的诊断书。癌症晚期，最多3个月。而此刻，我的女儿还在幼儿园等着我。这一次，我不是来叙旧情的，我是来告别的。咖啡杯的碎片嵌进掌心，我盯着那道血线，看它慢慢渗出来，滴在米色的地砖上。许小姐，她又叫了一声，这次没有笑意，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站起身，将受伤的手藏到身后。5年职场生涯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别让对手看到你的伤口。顾总，我扬起下巴，用的是在无数个难缠客户面前练就的腔调。您认错人了，是吗？他向前一步，昂贵的手工皮鞋碾过地上的咖啡渍。那请问这位小姐，3年前在洲际酒店2808房是谁哭着说顾北辰？我打断他，声音尖的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停住了，眉梢挑起一个危险的弧度，那是他发怒的前兆。我比谁都清楚，周围已经有客人看过来。这家店开在 CBD 边缘，来的都是附近写字楼的白领，最擅长用眼角余光编织八卦。我不能在这里失态，不能让他，也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狼狈。借一步说话，我压低声音，上车。不可能，那就在这说。他掏出烟盒，抽出一支夹在指尖，说你是怎么带着我的种跑了5年，说你那个死了的丈夫。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烟，在旁边的灭烟缸里狠狠摁灭，动作太急，掌心的伤口撕裂，血染红了白色的烟身。妈妈说过，抽烟有害健康。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插进来，我浑身僵硬的回头。幼儿园提前放学了，我请的钟点工阿姨正牵着小米站在店门口，3岁的小姑娘扎着2个羊角辫，睁着和顾北辰一模一样的眼睛，正好奇地看着我们。顾北辰的目光从我脸上缓缓移到那个小小的身影上，时间仿佛静止了。我看到他的手指在颤抖，看到那双总是运筹帷幄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裂又重组。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小米，过来。我蹲下身，张开手臂，小姑娘跑过来扑进我怀里，带着幼儿园特有的饼干甜味。我把她的头按在肩上，不让她看顾北辰的脸。你女儿，她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与你无关。许念。她蹲下来，视线雨平，那双眼睛黑得吓人。她眼睛像我，路上随便抓的男人都长这样的眼睛。我抱起小米，她的重量让我的手臂发酸，我已经没什么力气了。化疗的副作用正在侵蚀我的身体。顾总，再会。我转身就走，步伐快得几乎是在逃。许小姐，她在身后喊，用的是公事公办的语气。我是你们公司新上任的 CEO， 明天上午9点全体会，别迟到。我的脚步顿在原地，胃部的绞痛突然袭来，我咬紧牙关，把呻吟吞回去。小米察觉到我的僵硬，小手摸上我的脸，妈妈，你是不是又肚子疼了？没事，宝贝，我轻声说，妈妈没事。身后传来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那辆黑色的迈巴赫缓缓驶过我们身边，车窗是降下的。我看到顾北辰的侧脸像大理石雕塑般冷硬，他看到了，看到小米喊我妈妈，看到我抱她的姿势，看到我廉价的西装外套和磨白了边的皮鞋。我看到他攥着方向盘的手青筋暴起。5年前，他开着这辆车载我去山顶看星星，我在副驾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靠在他肩上，他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护在我身前，怕我一个颠簸撞到头。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一辈子。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医院发来的消息，许女士，您的化疗预约已调整至明日下午2点，请准时到院。我删掉短信，抱起小米走向地铁站。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2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明天我要面对的是前男友，是上司，是我孩子的父亲，也是我生命中所有痛苦的源头。而我手里握着的是一张癌症晚期的诊断书和一个需要我用命去守护的秘密。地铁里人很多，早高峰的余热还没散去。我把小米护在胸前，后背抵着冰冷的玻璃，数着站点，每一站颠簸，胃里的恶心就翻涌一次。化疗的副作用像潮水，一波波淹没我的理智。妈妈，那个叔叔在看你。小米突然说。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车厢连接处站着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顾北辰的助理。我记得他姓陈，当年给他送过无数次早餐。这个人都在场。他朝我微微点头，目光在我怀里的孩子身上停留了1秒。我转过头，把小米的脸按进肩窝。顾北辰在监视我，或者说在确认什么。手机又震，这次是房东小许。这个月的房租什么时候交？已经拖了1周了。我盯着屏幕，手指发麻。上个月的营业额全填进医院的检查费里，这个月进货的钱还是借的。童装店的生意越来越差，电商冲击太大，而我连做直播的设备和精力都没有。周末前给您，王姐。发完这条，我关掉手机，不看回复。妈妈，我饿。小米小声说，回家下面条好不好？加鸡蛋。我想吃肯德基。今天不行。我收紧手臂，感觉到他小小的身体僵了一下。妈妈下周带你去，好不好？他没说话，只是把脸埋得更深。3岁孩子已经懂得沉默的抗议。我闭上眼，地铁的轰鸣声里，记忆像坏掉的放映机，强行在我脑海里播放。大2那年夏天，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在男生宿舍楼下站了4个小时，不是为了等顾北辰，是为了还他一本书。那是一本绝版的《夜航西飞》，我在图书馆捡到的。扉页有他的名字。室友们起哄，许念，这可是接近顾北辰的绝佳机会。追他的女生从东区排到西区，你连号都拿不到。我不追他，我把书塞进帆布包，只是还书。但我确实在楼下站了4个小时，因为他在打球，因为他说放门卫呢，而我固执的觉得亲手还才算礼貌。傍晚时分，他终于回来，穿着黑色球衣，额发滴水，身后跟着一群同样意气风发的男生。等多久了？他接过书，随手翻了2页，眉头皱起。就为了这个？书很贵。我说
丢了要赔300块。他笑了，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眼角眉梢都荡开的真正愉悦的笑。你是会计系的，中文系，叫什么名字？许念。许念，他念了一遍，像是在品一杯茶。明天早上帮我带份早餐，要南门那家生煎，不要葱。凭什么？凭你欠我300块。他把书塞回我怀里，或者凭我现在就可以去图书馆投诉，说你偷了我的书。我没有，我知道。他转身往楼里走，声音飘过来，但你解释不清楚。明天7点，别迟到。那是我们的开始，不是童话里的偶遇，是一场赤果果的胁迫。而我像个傻瓜，真的在第二天早上5点起床，坐第1班公交去南门排队，买那份要排40分钟才能买到的生煎。送到他宿舍时，他刚起床，裸着上身，睡眼惺忪的开门，还真来了。他挑眉，接过袋子，从钱包里抽出100块，赏你的。我不要。那你要什么？要你吃完告诉我，好不好吃？他愣了一下，随即笑得更大声。那群跟在后面的男生探出头，起着哄。顾少，这妹子有意思啊！滚！他把门关上，隔绝了那些视线，然后看着我，眼神突然认真起来。许念，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知道还往上凑，生煎要凉了。我说，他看了我3秒，突然低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明天继续送。他说我要豆浆，甜的。门在我面前关上，我摸着额头。站了整整10分钟才找回自己的腿。从那天起，我成了顾北辰的专属外卖员，成了他打球时递水的固定人员，成了他可以随意使唤、随叫随到的影子。是骂我贱，他说不定只是玩玩。我知道，那你还在送？许念，你是不是有病？大概吧。我叠着明天要送的早餐钱，那是从生活费里抠出来的。但万一呢？万一他真的喜欢我呢？那个万一让我坚持了整整6个月，直到冬至那天，我发着高烧，还是爬起来去排队买他指定的蟹黄包。送到时已经迟到了20分钟，包子有点凉了。他开门看到我通红的脸，皱起眉，生病了？没事。我把袋子递过去，可能有点凉了，你微波一下。他把我拉进屋里，那是第一次我进他的宿舍，单人间，有独立卫浴，有空调，有我看不懂品牌的电子产品。坐下，他命令我得回去上课。坐下，我坐在他的椅子上，看着他翻出医药箱，拿出体温计，粗暴地塞进我嘴里。39度2，你找死！他骂我，却又找来毯子裹住我，在这躺着。我去买药，真的不用。许念，他蹲下来，视线与我平。你能不能别这么倔？能不能学会依赖别人？我愣住了，眼泪突然涌上来，毫无预兆。我想忍，但烧得太高，意志薄弱，眼泪一颗颗砸在他手背上。哭什么？他慌了，手指笨拙地擦我的脸。我骂中了，从来没有人，我哽咽着。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能不能依赖谁。单亲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改嫁。我18岁以前的人生是自己扛过来的，自己交学费，自己做饭，自己修坏了的水龙头，自己在深夜的急诊室里打针。他突然抱住我，很紧，紧得我喘不过气。以后可以依赖我，他说，声音闷闷的，至少生病的时候可以依赖我。那是他说的最接近承诺的话。而此刻，在摇晃的地铁里，我抱着我们的女儿，感觉身体里的某个器官正在衰竭。我多想依赖谁，哪怕1天，哪怕1小时，但我不能，我谁都不能依赖，因为我很快就要死了。妈妈，小米突然说，你是不是在哭？我摸摸脸，才发现真的在流泪。没有，我轻声说，是地铁里风太大，到站了。我抱着他挤出去，在扶梯上收到一条微信，许念，明早9点，带上孩子的出生证明，别让我亲自去取。不，我的手指停在屏幕上方，冰凉。他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而明天我要怎么在癌症和顾北辰的双重夹击中保护我的女儿？那天晚上，我把小米哄睡后，在狭小的浴室里吐了3次，化疗的反应越来越严重，医生说我应该住院，但我付不起住院费，也付不起护工费。更重要的是，我住院了，小米怎么办？我跪在马桶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头发大把大把的掉，32岁的年纪，看起来像45。手机亮了一下，是店长发来的，小许，明天总部来视察，你穿精神点。我苦笑，精神？我现在连站直都困难，但那个店是我最后的收入来源，我不能丢。我爬起来，吃了2片止痛药，开始整理明天要用的文件。出生证明锁在抽屉最底层，和房产证、户口本放在一起，那上面父亲一栏是空着的，这是我最后的防线。凌晨2点，门铃响了，我僵在原地。这个点会是谁？猫眼外面站着顾北辰，他还是那身黑西装，没打领带，领口解开2颗扣子，看起来刚结束什么应酬，手里夹着烟，在楼道昏黄的灯光下，烟雾缭绕的像场幻觉。我打开门，没让他进。有事？孩子睡了吗？睡了。我看看他，不可能。他掐了烟，抬眼看我，那双眼睛在夜里更深邃，像2口枯井。许念，他说，今天我去查了幼儿园，我的血液瞬间冻结。3年前，中班叫顾小米，他报出信息，像在念一份商业报表，出生日期2019年11月7日。你调查我？不需要调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个日期正好是我们分手后的第40周。那又怎样？那又怎样？他笑了，笑声里全是含义。许念，你当我是傻子，还是当我是死人？他向前一步，我后退，他顺势挤进屋里。狭小的客厅，老旧的家具，墙上贴着小米的涂鸦。这里和我当年的宿舍一样破旧，却再没有一个人会为我买药。出去，她是我女儿，不是，是不是 DNA 说了算？我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刀尖对准她。出去。他看着刀，又看着我。
眼神复杂的让我读不懂，有愤怒，有受伤，还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你宁愿动刀，也不愿意告诉我真相。真相就是他和你没关系。我的手在抖，刀尖也跟着颤。顾北辰，5年前你选择了你的豪门，选择了你的门当户对，现在回来做什么？我没有选择。他突然吼出声，又立刻压低，怕吵醒孩子。我没有选择。我妈用你家的生意威胁我，用你爸的命威胁我。你以为我想分手？我愣住了，水果刀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你说什么？他闭了闭眼，再睁开时，里面全是红血丝。毕业前1个月，我妈找过你，对吗？她给你钱，让你离开我。我点头，那是真的。顾夫人确实找过我，开了一张50万的支票。但你不知道的是，她逼近我，声音哑得像砂纸摩擦。同一天，她也找了我。她说，如果我不甩了你，她会让你家的纺织厂破产，会让你爸那个破厂子欠下高利贷，会让你妈……她停住了，拳头攥得咯咯响。我查了。他说，你爸那年冬天心脏病发作，不是意外，是讨债的人上门，吓得我腿一软，扶住墙才没倒下。爸爸确实在那年冬天走了，我一直以为是天意，是命中注定。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声音发颤，为什么不说？因为说了又怎样？他苦笑，让你和我一起反抗，让我妈真的动手。许念，那时候你太弱了，我也太弱了。我以为至少推开你，你能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你用最脏的话侮辱我，所以你嫌我不纯，那是我在演戏。他抓住我的肩膀，演给我妈看，演给苏晴看，演给所有监视我的人看。我以为那样你就会死心，就会恨我。就会带着孩子消失。我打断他，眼泪终于决堤。顾北辰，你知不知道我怀孕了？在你跟我说我喜欢纯的那天晚上，我就已经怀孕了。他像被雷劈中，整个人僵住。我没打掉，我甩开他的手，一字一句，我一个人生他，一个人养他，一个人扛下所有。我告诉自己，这辈子都别让你知道，因为你不配，我不配。他喃喃重复，像是无法理解这3个字。你走吧，我指向门口。明天我会去公司辞职，你别再来找我，也别想抢走他。我就算死，也会带着他一起死。他站在原地没动，良久，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卡，放在茶几上，密码是你生日，拿走，不是给你的。他说是给他的，抚养费，从怀孕到现在连本带利。我不需要，你需要。他打断我，目光落在我手边的药品上，那是止吐药，瓶子上的标签还没撕。你生病了，对吗？我心头一震，下意识把药瓶藏到身后，脸色这么差。他伸手想摸我的脸，我躲开，瘦成这样。许念，你到底怎么了？我没事，看着我，我让你走。我们的对峙被卧室门打开的声音打断。小米揉着眼睛站在门口，穿着印着小兔子的睡衣，怀里抱着破旧的毛绒熊。妈妈，他奶声奶气地说，我听见有叔叔说话。顾北辰转过身，那一刻我看到他的身体在颤抖，他慢慢地蹲下来，视线与小米平，像是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你好，他的声音软得不像话。他是妈妈的朋友。我抢上前把小米抱起来，宝贝，回去睡觉，妈妈马上来。叔叔好。小米趴在肩上朝他挥手。顾北辰想伸手碰他的脸，手伸到半空又缩回去，像是怕碰碎什么。他叫什么名字？他问，声音轻得像叹息。顾小米。我说完就后悔了。他的眼睛瞬间亮起来，像是黑暗中突然点燃的火焰。你让他跟我姓？巧合。我硬邦邦地说，我随便取的。小米。他念着这个名字，眼眶红了。米字是念字拆开的一半。许念，走。我抱着孩子，背对着他，现在就走，别逼我叫保安。身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是脚步声，门打开又关上，楼道里的烟味飘进来又散去。我抱着小米，在黑暗中站了很久，直到腿麻了才把他放回床上。小家伙已经睡着了，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角。我躺在他身边，睁眼看着天花板。顾北辰知道了，他不仅知道孩子，还知道我生病。以他的能力，很快就能查出真相，而我必须在那之前安排好一切。卡还在茶几上，黑色的烫金的字体，像我永远够不到的世界。我爬起来，把卡掰成2半，扔进垃圾桶。有些债不能用钱还，有些错不能用钱买。顾北辰，你给我带来的痛苦不是一张卡能填平的。明天 War begins。早上8点，我站在公司楼下，仰头看着那栋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阳光刺得我眼睛疼。我戴上墨镜，遮住浮肿的眼眶。昨晚几乎没睡，化疗后的疲惫感像铅块一样坠在四肢上，但我的妆化得很精致，遮瑕膏盖住了苍白的脸色，腮红营造出健康的假象，口红是正红色，像是去赴一场战役。电梯里，我遇到了前台的 Linda， 她看到我，眼神闪烁。徐姐，顾总一早就来了，在会议室等您。我不属于管理层，不用汇报。他说您来了，直接去找他。我按下18楼的按钮，那是普通办公区，不是高管层，但电梯在28楼停下了，门打开，顾北辰的助理沉默站在外面。许小姐，顾总请您上去，我要打卡，已经帮您打了。我攥紧包带，跟着他走出去。28楼是高管办公区，一整层的落地窗，俯瞰半个城市。顾北辰的办公室在最里面，门开着，他站在窗前，背对着我，身形挺拔的像一棵树。他没回头，我站着。顾总，我是来辞职的。他转过身，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辞职信我不批，劳动法规定员工提前30天书面通知。许念，他打断我，把咖啡杯放在桌上。昨晚我查了你所有的医疗记录，我的血瞬间凉了。是3院肿瘤科，晚期胃癌。他爆出信息，声音平静的可怕。确诊日期3个月前，化疗进行了2个疗程，副作用严重，建议住院，但你拒绝了。他走过来，
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上。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干什么？我强撑着冷笑，让你可怜我，还是让你趁机抢走孩子？我在你眼里就只剩下这些，不然呢？我抬头看他，顾北辰，5年前你扔下我，现在想扮演慈父，晚了。他沉默了很久，突然伸手摘掉我的墨镜，我下意识闭眼，在睁开时看到他眼里的震惊。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我现在的样子有多吓人，眼窝深陷，皮肤透明的能看到血管，真正的病入膏肓。还有多久？他问，声音哑了。与你无关，回答我。1年、半年，也许明天就死了。我夺回墨镜戴上，满意了，可以让我辞职了吗？他没说话，只是突然抱住我，很紧，紧得我肋骨发疼。他的身体在发抖，昂贵的西装面料摩擦着我的脸颊，带着熟悉的雪松香味。对不起，他说，声音闷在我发间。对不起，对不起。我僵在他怀里，这个拥抱和5年前不一样了。那时候他年轻、骄傲，拥抱是占有，是宣告。现在这个拥抱充满了恐惧和悔恨，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浮木，放开不放。顾北辰，我疼，这是真的。他的手臂勒到了我的胃部，那里有一个肿瘤，正在吞噬我的生命。他立刻松开，慌乱地检查我，哪里疼？要不要去医院？我打电话。够了，我推开他，演深情戏给谁看？顾北辰，我不需要你的忏悔，不需要你的补偿，我只需要你离我远一点。他的脸白了。还有，我喘着气，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这是遗嘱，我已经公证过了。如果我死了，小米的监护权归我学姐林月，不是你的，也不是你家的。他盯着那份文件没接。你早就准备好了？他问。准备死，准备把孩子扔给别人，就是不肯给我。是为什么？因为你不配。我终于吼出来，眼泪砸在地上。5年前你放弃我的时候，就放弃了做父亲的资格。你知道我一个人生孩子有多难吗？你知道我难产差点死在手术台上吗？你知道这3年我怎么过来的吗？我一步步逼近他。你不知道，你也不想知道，你只知道你的生意、你的家族、你的面子。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女儿，你觉得新鲜，觉得好玩，想抢回去玩玩。我不是，你就是。我打断他，顾北辰，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爱过你。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宁愿从没敲过你的车窗。办公室里安静的可怕，他站在那儿，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那张总是运筹帷幄的脸，此刻灰败的像纸。出去，我指向门口，我要工作了。你这样的身体怎么工作？那是我的事。他深吸一口气，在开口时恢复了商人的冷静。好，我批你的辞职，但有一个条件。没有条件可谈，让小米回顾家。他说不是给我，是给我妈。他想要孙女，想了5年。我冷笑，他做梦。那我们就法庭上见。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文件，以你的身体状况，法院不会把孩子判给你。而且他顿了顿，我有最好的律师团队，而你连住院费都付不起。我看着那份文件，突然明白了，这不是谈判，这是宣战。你威胁我，我在求你。他走到我面前，单膝跪地，这是求婚的姿势，却是战争的姿态。许念，我求你了，让我照顾你们最后的日子，让孩子认祖归宗，让我赎罪。我低头看着他，这个曾经让我仰视的男人，此刻跪在我面前，但我心里没有快意，只有无尽的悲凉。如果我说不能，那我就只能对不起了。他站起身，恢复高高在上的姿态。下午3点，我的律师会去你家里谈抚养权的问题，建议你先找个律师，虽然赢面不大。我转身就走。许念，他在身后喊。我没回头。我恨你。我说，我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恨你。门关上的瞬间，我听到里面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但我没有停，走进电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好，许念，战争开始了，而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走出大楼时，阳光白得刺眼，我扶着墙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胃已经空了，连胆汁都榨干了。手机响了，是幼儿园老师，小米妈妈。小米被接走了，我脑子嗡的一声，谁接的？说是孩子的奶奶。开豪车来的，有您的授权书。我挂断电话，疯狂地拦出租车。授权书？什么授权书？我从未签过任何授权书。但我想起了一件事，上个月我妈来城里看我，说她认识一个贵人，可以帮我解决生意上的麻烦。她让我签了一份文件，说是贷款担保。我颤抖着拨通母亲的电话，想了很久才接。妈，你是不是把我的签名给了别人？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念念，是顾夫人，她说可以帮咱们家还债，只要让她见见孩子。你卖了我，你卖了我的孩子，我不是故意的，咱们家欠了那么多钱，你爸走后那些债主天天上门，我没办法。我挂断电话，浑身发冷。车来了，我钻进去，报出顾家老宅的地址，那是城市另一头的半山别墅，车程要40分钟，40分钟足够发生任何事。我催司机快一点，再快一点，同时拨通顾北辰的电话，响了很久，无人接听，打到第5个，他终于接了。许念，你妈抢走了小米。我知道。我愣住了。你说什么？我让他去的。他的声音很平静。用合法的方式把你逼到绝境，这样你才会同意我的条件。电话那头传来小米的哭声，遥远而模糊。顾北辰，我的声音在发抖。你他妈还是人吗？我是为了你好。他说你现在需要休息，需要治疗，而不是一个人扛着所有。来顾家，我们谈谈。谈好了，孩子立刻还你。如果我不去呢？那他就姓顾，永远姓顾。电话挂断了，我盯着黑下去的屏幕，突然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吓得司机从后视镜里看我。姑娘，你没事吧？没事。我说就是觉得太可笑了。我爱了5年的男人，原来是个畜生。车到了顾宅，铁门高耸，像一座监狱。我按响门铃，佣人来开门，引我穿过巨大的花园。客厅里，顾夫人坐在主位上，穿着考究的旗袍，手里端着茶杯。苏晴坐在她旁边，正在给小米削苹果。小米看到我，从沙发上跳下来。妈妈，她想跑过来，被苏晴一把拉住。小
小米乖，先吃苹果。妈妈有话和奶奶说，放开他。我冲过去，被2个保镖拦住。许小姐，顾夫人放下茶杯，慢悠悠地开口，坐，别吓着孩子。你到底想怎样？很简单。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谈谈你的去留和我孙女的前途。我被按坐在沙发上，距离小米只有3米，却像隔着银河。他睁着大眼睛看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感觉到了恐惧，小嘴瘪着，想哭又不敢哭。妈妈，他伸出手，别怕，我强忍泪水。妈妈在这。许念，顾夫人开口，我听北辰说了你的病情，很遗憾，但这就是命。少说废话。他挑眉，显然不习惯有人这样跟他说话。好，直说。你有2个选择：第一，嫁给北辰，名正言顺的进顾家门，孩子归顾家抚养，你可以看着他长大，直到你离世；第二，放弃抚养权，拿1000万去国外治病，治得好你再回来，治不好孩子就永远是顾家的，与你无关。我冷笑，听起来第2个选择对我更好。当然，他笑，1000万够你活命了，孩子跟着顾家，锦衣玉食，不好吗？好个屁！我站起来，我要带我女儿走，现在恐怕不行。他拍拍手，陈默拿着一份文件走进来，这是抚养权转让协议，你签了，今晚就可以带孩子走。不签。他看向苏晴，苏晴会意，把苹果递给小米，来，小米叫妈妈，说你要跟着爸爸。我不叫。小米突然大喊，把苹果扔在地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他挣脱苏晴的手，朝我跑来，我张开手臂，却被保镖拦住。小米撞在保镖腿上，摔在地上，额头磕出了血，时间仿佛静止了。我看着血从他额角流下来，看着他瘪着嘴，眼泪大颗大颗的滚落，却不敢哭出声。妈妈，疼！我疯了！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保镖，扑过去抱起他，他的血蹭在我衣服上，温热而粘稠。别怕，不怕！我颤抖着擦他的血。妈妈带你走，现在就带你走！拦住他！顾夫人冷冷地说。保镖围上来，我抱着小米退到墙角，像一头护崽的母兽，谁敢过来，我就死在这儿。我从包里掏出水果刀，早上出门时藏的，抵在自己脖子上。我死了，你们永远别想知道一个秘密。顾夫人眯起眼，什么秘密？我笑了，笑得凄厉。顾北辰，他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孩子了。全场哗然。你胡说什么？胃癌晚期。我一字一句，转移了，卵巢、子宫全都有，我活不久。他也绝后了，这是你们顾家逼我的报应。这不是真的，至少不全是。我的确病情严重，但还没确认转移。但此刻我需要这个谎言。顾夫人的脸色变了。就在这时，大门被推开，顾北辰冲了进来。他看着满屋的狼藉，看着我脖子上的血痕，刀尖已经刺破了皮肤，看着小米额头上的伤，整个人僵在门口。妈，他的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来，你答应过我不会伤害他们，我只是够了。他怒吼，都出去！所有人！保镖退下。苏晴不甘心地离开。顾夫人最后看了我一眼，起身走人。客厅里只剩下我们3个。顾北辰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伸手想碰小米的伤口。我躲开，对不起。他说，眼眶通红。我不知道会这样，我以为只是施压，不会真的。你和他，我指着门口，都是凶手。许念，听着，我压低声音，刀还握在手里。我现在带你女儿去医院，如果你拦我，我就把这把刀插进心脏，让你这辈子都活在噩梦里。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让开了路。我开车送你们。他说，求你让我送你们。我抱着小米从他身边走过，他的肩膀在颤抖，但我没有回头。有些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而有些伤会跟着孩子一辈子。医院的白炽灯亮的残忍，我坐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看着小米额头上的纱布，伤口不深，但足够在我心里剜出一个洞。他睡着了，小手抓着我的手指，即使在梦里也不放松。顾北辰站在走廊尽头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能听到只言片语。所有的律师都撤回来，对抚养权的事不再提。还有查一下夫人今天用的那份授权书，谁伪造的？他挂断电话，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中间隔着一个空位，像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河。医生说没事，他说不会留疤。滚！许念，今天的事我说滚。他沉默了良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递过来，这是我在国外找的医疗团队。他说瑞士的，专门研究晚期胃癌，他们看了你的病历，说有试验性疗法，成功率不需要，成功率有30%。他继续说，像在背诵商业提案，比你现在等死强。我转过头看他，你现在装什么深情？5年前你怎么不找？5年前我不知道你病了，5年前我也不知道我会病。我提高声音，又立刻压低，怕吵醒孩子。顾北辰，5年前的许念，健康、年轻，充满希望，你把它毁了，现在想修，修不好了。他低下头，手指插进头发里。我知道。他说，声音破碎，我知道修不好，但我不能看着你死，不能看着孩子没有妈妈。那你当初别放手啊！我终于哭出来，眼泪砸在医院的地砖上。你当初别说什么我喜欢纯的，别让我在手术台上一个人签字，别让我在最绝望的时候连个依靠都没有。我站起来，指着他，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只是在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你想让我接受治疗，不是为我，是为你。你想让我原谅你，不是为我，是为你。你想认回孩子，不是为他，是为你。你凭什么？我质问他，你凭什么以为你毁了我的人生，现在就可以用几个钱、几滴眼泪来买回一切？走廊里安静的可怕，他坐在那里，像是被抽走了骨头。那你要我怎样？他问。去死！如果我的死能让你好受一点，我现在就不够。我说你死不够，我要你活着，活到80岁，活到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秒都在痛苦。
我要你看着孩子长大，听他叫别的男人爸爸，看着他和别的男人亲近，而你永远只是那个生父，那个顾叔叔。我俯身在他耳边轻声说，我要你这辈子都得不到原谅。说完，我抱起小米走向缴费处，身后没有脚步声，他没有追来。缴完费，我抱着孩子在医院门口等车，夜风吹得我发抖。小米醒了，迷迷糊糊的喊饿，回家煮面好不好？我想吃冰淇淋。不行，伤口还没好。那吃糖？好，吃糖。我走进旁边的便利店，给他买了一支棒棒糖，他含在嘴里，满足的眯起眼，额头的纱布像一块丑陋的补丁。我抱着他等 taxi， 手机响了，是学姐林月。念念，你在哪？我听说顾北辰回来了。他有没有为难你？有。我简要说了一下今天的事。月姐，我可能快不行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别说傻话。林月的声音哽咽了，我马上买机票回来，你撑住，听到没？帮我个忙。我说，联系一下你认识的那个公益律师，我想改遗嘱。如果我真的让顾北辰这辈子都别想见孩子。念念，还有，我看着怀里的女儿，她正专心的舔棒棒糖，帮我找个好人家，要善良的、有钱的，能给她完整家庭的，让她忘记我，忘记顾家，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你舍得吗？我看着小米，她生得像顾北辰，尤其是眼睛，但那双眼睛看我的时候全是依赖和爱。舍得，我说，眼泪流进嘴角，咸得发苦，因为我太爱他了，爱到希望他永远不要知道他的出生是个错误，他的父亲是个懦夫，而他的母亲是个快死的废物。车来了，我挂断电话，抱着小米坐进后座，后视镜里，医院的门口站着一个人，顾北辰，他正看着我们的车离开，手里夹着一支烟，却没点燃，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独的像一座碑。我转过头，不再看他，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夜只能一个人熬，而我已经习惯了。1周后，我收到了律师函，不是顾北辰发的，是顾夫人，她以不具备抚养能力为由，正式向法院申请剥夺我的监护权。文件里附带着我的病历、收入证明、居住环境的评估报告，甚至还有我几次情绪失控的监控截图。显然有人一直在监视我。我捏着那份文件，在童装店里坐了一上午，店里没客人，阳光透过积灰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那些过季的童装上。我要交下季度房租，要进货，要付化疗费，还要应对官司，卡里剩下2300块，而顾夫人聘请的律师按小时计费，够我活半年。手机响了，是顾北辰。这些天他每天都会打电话，我不接，他就发短信道歉、解释、恳求，最后变成简单的今天好吗？今天这条是我在店外，能进来吗？我抬头透过玻璃窗看到他站在马路对面，一身休闲装，没打领带，看起来年轻了许多，像回到了大学时代。我低下头继续整理货架，门铃响了，他走进来，带着一身秋日的凉气。这里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他说，环顾四周，比我想象的还要拓。我接话，辛苦。他纠正，我冷笑，顾总体验生活来了，我来帮忙。他卷起袖子，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没有。出去。他不听，径直走到货架前，开始整理那些被翻乱的 T 恤。他的动作很笨拙，显然没做过这种事，但很认真，把每一件衣服都叠得方方正正。我看着他，看着那双签过上衣合同的手，此刻正在折叠一件39块钱的童装。没用的，我说，别浪费时间，我在赎罪。他没抬头，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你说的对，我得做点什么，不然我夜里睡不着。他叠完一摞，又开始擦柜台，那块抹布已经很脏了，他却不嫌弃，蹲在地上擦那些陈年污渍。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他突然说，我现在的身家够买100个这样的店，但5年前我连帮你租个有空调的房子都做不到，因为你没想做，因为我以为他停下动作，我以为你离开我会过得更好。我查了，那个学长周明，他追过你，我以为你会和他在一起过普通但安稳的日子，所以你就消失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我看到你们在一起了。他说，声音很轻，毕业半年后在商场，你和他吃饭，他在给你夹菜，你笑得很开心。我想这样也好。我愣住，那是周明，我大学时的学长，确实追过我，但那顿饭是他听说我怀孕了来劝我打掉的。我笑是因为尴尬，是因为不知所措，而顾北辰只看到了那一幕就判了我死刑。所以你订婚了？我以为你开始了新生活。他苦笑，我以为我也该如此。苏晴是家里选的，我以为反正都是商业联姻，和谁结不是结，但他现在还在你家。我说，上周我去医院看到他在顾夫人的病房里，以主儿媳的身份忙前忙后。顾北辰的脸色变了，我会处理，怎么处理？我逼问，再像甩我一样甩了他。顾北辰，你处理不好任何事，你只会在压力下妥协，然后伤害最弱的人。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距离太近，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还是那款雪松香水，和5年前一样。这次不会，他说，眼神坚定的可怕。许念，这次我不会妥协，我要娶你，不是为孩子，是为你。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顾北辰的妻子叫许念，从来都是许念。我看着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不是感动，是病情，肿瘤压迫神经，我经常会突然头晕。我扶住货架，闭上眼睛，你怎么了？他慌了，伸手扶我，别碰我。我想推开他，却使不上力，眼前开始发黑，耳边是他的呼喊，遥远的像是从水底传来。失去意识前，我感觉到他接住了我，他的怀抱和5年前一样紧，一样颤抖，但这一次我没有力气推开了。我醒来时是在医院的 VIP 病房，阳光很好，窗帘是米白色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束百合，不是那种廉价的殡仪馆常用的百合，是进口的多头百合，散发着浓郁的香。顾北辰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正在看文件。他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家居服，看起来像是一直没离开。醒了，他立刻放下文件，按铃叫医生。小米呢？在我助理家，很安全。沉默的妻子是幼师，会照顾好他。我想坐起来，
浑身发软。顾北辰扶我坐好，在我背后塞了个枕头。医生怎么说？他沉默了一下，眼神闪烁，需要进一步检查。说实话，肿瘤长大了。他说声音干涩，压迫到神经，所以才会晕，建议立刻手术，但成功率只有40%。我闭上眼睛，一半对一半的赌局，赌注是我的命。如果不手术呢？3个月。他说最多3个月，不够看着小米上小学，不够还清债务，不够。手术费多少？我来出。我问多少？50万。他说加上后期治疗大概100万。我笑了，100万，我卖一辈子童装也赚不到。我出一半。我说垫抵押给你，加上我这些年的积蓄。许念听我说完，我睁开眼看着他，这100万算我借你的，如果我死了，店归你，孩子归我学姐。如果你活了，我慢慢还你。我说用10年、20年，这辈子。他看着我，眼眶红了。你还是要和我划清界限，这是尊严。我说顾北辰，我可以接受你的帮助，但不能接受你的施舍。我可以让你救我的命，但不能把命卖给你。他握住我的手很紧。好，他说100万借给你，利息按银行算，你写欠条，但有个条件。什么？手术同意书，让我签字。我愣住了。你以什么身份？债权人。他说或者朋友，随你怎么填，但我必须在那。万一出事了，我要在。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恐惧，有恳求，还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绝望，对我可能死去的绝望。好，我说。他松了一口气，像是刚跑完马拉松。医生进来检查，询问病史。顾北辰退到一边，但眼睛一直看着我。检查结束后，护士来抽血，我的血管很细，扎了几次才成功。顾北辰皱着眉，别过头去，不忍心看。顾总还怕血？我讽刺道。怕你的血。他说抽完血我累了，昏昏欲睡。顾北辰坐在床边，轻轻哼起一首歌，是《夜航西飞》的主题曲，我们大学时一起看过的那部电影。他在我生日那天包下了一间私人影院，放这部冷门的纪录片，说你看这个女人多厉害，一个人飞越大西洋，我也可以。我当时说一个人飞越任何困难，你不用。他说有我陪你。但现在他在唱这首歌，而我即将一个人飞越生死线。我睡着了，梦里我回到了5年前那个夏天的夜晚，他骑摩托车带我去海边，我紧紧抱着他的腰，风把眼泪吹干。他在沙滩上写顾北辰爱许念一辈子。海浪冲上来把字抹平，他笑着说没事，我在写，写了又被冲掉，冲掉再写。我就在那样的循环里睡到了黄昏。醒来时病房里暗了，只有落地灯亮着。顾北辰不在，但床头柜上放着保温盒，还有一张字条，小米的辅食，我做的，难吃也被嫌弃。我打开保温盒，里面是蔬菜粥，糊了，盐放多了。我舀了一勺放进嘴里，真难吃，比我做的还难吃。但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碗里。这不是原谅，只是太累了，恨一个人太累了。手术定在下周3。这几天我搬进了顾北辰安排的地方，不是顾宅，是市中心的一套公寓，3室1厅，装修简洁，离医院很近。小米很喜欢这里，因为有落地窗，她可以看楼下的车。妈妈，叔叔说以后我们住这里。她趴在窗台上，是真的吗？暂时住，我给她梳辫子。妈妈病好了，我们就回家。那个小店吗？对，可是我喜欢这里。她转过身，这里有叔叔，还有大厨房。小店好小，我跑不开。我的手顿住。孩子是最诚实的，他不懂什么爱恨情仇，他只知道这里宽敞温暖，有个对他很好的叔叔，而我给不了他这些。门铃响了，是顾北辰，他拎着菜和水果，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下班回家的人。今天感觉怎么样？还行。他走进厨房，开始洗菜。这些天他学会了做饭，虽然难吃，但能吃。他坚持要照顾我们，推掉了所有能推掉的会议。法院那边，他切着菜，声音从厨房飘出来，我妈撤诉了。我愣住了，为什么？我威胁他，他说语气平淡的像在说天气，如果他再闹，我就宣布放弃继承权，离开顾家，带上你和小米远走高飞，让他这辈子见不到儿子。他信了，他不信。顾北辰端着菜出来，但我做到了。今天我已经签了股权转让书，把顾氏的股份转给了信托基金，受益人是你和小米。我看着他，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你疯了啊？那是你的全部，我的全部。他放下盘子，看着我，许念，我的全部早就在5年前丢了，现在只是物归原主。他说的轻描淡写，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顾氏集团几百亿的资产，他说放就放，我不需要这些，我知道。他说，但这是担保，担保我这次不会放手，不会妥协，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他走过来，蹲在我面前，像那天在办公室一样。许念，嫁给我。不是现在。他说，等你好了，等你愿意，但现在让我照顾你们，让我每天早上给你们做早餐，晚上讲故事，周末去公园，让我做个普通的丈夫和父亲，哪怕只是暂时的。我看着他眼里的光，那是希望，是卑微的恳求的希望。如果我不活了呢？我问。这些股份，这些安排都白费了，那我就守着这些。他说，守着你的钱，你的孩子，你的记忆，过一辈子，孤独的，痛苦的，活到你这个年纪，然后下去找你，当面问你为什么不要我。他说的如此认真，让我无法反驳。小米跑过来，扑进他怀里，叔叔，我饿了。他自然地抱起他，亲了亲他的额头，马上吃饭。小馋猫。这一幕像极了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我是破坏这个画面的那个变数。饭桌上，顾北辰说起手术的事，主刀医生是从北京请来的专家，成功率比预计的高，有55%。他重复，许念，
一半对一半，赌一把，赌输了怎么办？不会输。他握住我的手，你不能输，你还没看着我变老，还没让我还债，还没着重新爱上我。我抽回手，最后一个不可能，那前2个，他笑，一定要做到。晚上哄睡小米后，我站在阳台上抽烟，是的，我又抽起来了。压力大的时候，只有尼古丁能麻痹神经。顾北辰走出来，站在我旁边，没阻止我，只是也点了一支。什么时候学会的？他问。生孩子后，我说最难熬的那些夜晚，只有烟陪我。对不起，别说对不起。我吐出一口烟，说点别的。说什么？说你这些年的生活。我转头看他，我缺席了5年。他靠着栏杆，望着远处的灯火，很空。他说每天开会、应酬、签合同，晚上回到大房子喝酒、失眠，有时候开车到你们学校门口坐着，坐到天亮。为什么不来找我？怕看到你幸福。他说怕看到你和别人在一起，怕证实我当年的决定是错的。我是懦夫，许念，我一直都是。那现在呢？现在不怕了。他转头看我，眼里有星辰，因为再坏也不过是死，而我陪你一起死，总好过一个人活着。我掐了烟，转身回屋，别跟着我。我说我需要一个人待会。许念，顾北辰。我停在门口，不回头。如果手术成功，我会考虑原谅你，但不是现在。好，他在身后说，我等着，多久都等。我走进卧室，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滑坐下去，眼泪流了一脸，不是感动，是恐惧，恐惧自己心软，恐惧再次受伤。恐惧在临死前还爱着他，那样就太可悲了。但心比意志诚实，他跳得很快，为了门外那个男人。手术前1天下起了暴雨，我站在窗前，看着雨点砸在玻璃上，想起生产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我一个人躺在产房里，听着雷声，发誓要让我的孩子拥有最好的一切。而现在，我可能要食言了。小米在画画，画的是一家3口，他画了一个大房子，房子里有3个人。他、我，还有一个模糊的男性形象。这是谁？我指着那个男性。叔叔啊。他理所当然地说，他每天都在，就是一家人啊。我摸摸他的头，没纠正。门铃响了，我去开门，看到林月站在外面，浑身湿透。月姐，她冲进来抱住我。我提前回来了，明天的手术我陪你。顾北辰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2个女人对视，气氛微妙。你就是那个渣男？林月问。我是，还挺诚实。林月冷笑。听着，我不管你是什么总，明天要是念念有个3长2短，我第一个找你算账。不用你找。顾北辰说，我自己会找自己算账。他们剑拔弩张，我打断。月姐，来帮我收拾东西。进了卧室，林月立刻变脸。你疯了？让他住进来，还让他接近小米，我快死了。月姐，我坐在床上，我需要有人照顾小米，而他是唯一愿意且有能力的人。我知道他当年做了什么。我说，但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的存款只够付3个月的托费，我的店快倒闭了，我的病，我摊开手，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他。林月红了眼眶，你没必要这样，我可以，你可以帮忙，但不能替代父母。我说，月姐，如果我不在了，小米需要父亲，哪怕是个坏父亲，也比没有强。他不坏。林月沉默后说，我查过了，这些年他没结婚，没孩子，一直在找你们，只是他太蠢，方法错了，是很蠢。我笑，但也许可以给他一次机会。林月叹气，你心软了，也许吧。晚上3个人一起吃饭，林月和顾北辰依然不对付，但为了孩子维持着表面的和平。饭后，林月陪小米玩，顾北辰在书房处理紧急文件。我走进去给他送咖啡，他在开视频会议，说的是德语，我听不懂，但看得出他很累，眉心紧锁。会议结束，他揉着太阳穴，抱歉，欧洲那边的项目出了问题，明天手术。我说今天还工作，必须处理完。他说万一，我是说万一，我要确保你和小米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我放下咖啡，站在他面前。顾北辰，我说如果明天我下不来手术台，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别让小米知道我是病死的。我说告诉他妈妈去远方工作了，很久才回来，别让他有阴影。许念，答应我。他站起来抱住我，我答应你，但我更答应你，你会活下来，你会看着小米上小学、中学、大学，你会看着他穿婚纱，你会，他的声音哽咽了，你会一直陪着我到老到死。我靠在他肩上，感觉到他在发抖。这个拥抱和5年前不一样了，那时候他是我的天，现在他是我的避风港。而我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我去看看小米。我推开他，早点睡。许念，我爱你。他说从来都爱你，明天等你好了，我每天都告诉你一遍。我停下脚步，没回头。如果我好了，我说我也每天告诉你一遍。但如果我没好，没有如果，如果有，我转过头看着他，记得我说过的话，我恨你，下辈子，下辈子。他笑了，眼泪却掉下来。好，恨我，但先活下来，再恨我。我走出书房，关上门，靠在墙上，心口疼得厉害，不知道是病情还是情绪。明天一切见分晓。手术室的灯是红色的，像血。我躺在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衣盏盏掠过。顾北辰握着我的手，一直在说话，但我听不清。小米在画画，画的是你出院的样子。我买好了游乐园的票，等你好了我们去。许念，听得到吗？许念，他的声音越来越远，麻药开始起效，我的意识像沉进深海。最后的画面是他红着眼眶吻我的手背。活下来，他说求你了。然后黑暗，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1秒，
也许是100年。在黑暗里，我做了很长一个梦，梦到大学时代，梦到那个夏天的海边，梦到他在沙滩上写字，海浪冲上来，我在笑。许念，有人在喊我，醒过来，我不愿醒，这里很好，没有痛苦，没有癌症，没有那些爱恨情仇。小米在等你。那个声音继续喊，他叫你妈妈。小米，我挣扎，像是从泥沼里往外爬，每一次用力都耗尽全部力气。血压回升了，病人有意识了，继续手术。嘈杂的声音涌进来，疼痛，剧烈的疼痛。我呻吟，想喊，但发不出声。然后又一片黑暗，再次醒来是在 ICU， 我睁不开眼，但能听到声音，仪器的滴滴声，人的呼吸声，还有顾北辰的声音。他在打电话，声音很轻。手术成功了，肿瘤切除得很干净，但还在观察期。对，他挺过来了，我知道，我也哭了。他在哭，我想动手指告诉他我醒了，但身体不听使唤。许念，他突然靠近，在我耳边说，我知道你能听到，医生说你很棒，最危险的时刻挺过来了，现在只需要恢复，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开始什么？我想问，但意识又飘走了。接下来的日子像是在迷雾中穿行，有时清醒，有时昏迷，每次清醒都能看到顾北辰。他瘦了，胡子拉碴，但眼睛很亮，今天好一点了。他说，医生说你很快就能转出 ICU。小米，他很好，每天视频，吵着要来看你，等你稳定了，我带他来。我想点头，但脖子上有管子。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终于转到了普通病房。那是一个下午，阳光很好，我睁开眼，看到小米坐在床边，正在给我画画。妈妈醒了，他大喊。顾北辰从沙发上跳起来，冲到床边，他看着我的眼睛，确认我真的醒了。然后他哭了，大颗大颗的眼泪落在我手背上。欢迎回来，他说，欢迎回来。我想说话，喉咙很干。他喂我喝水，一小口一小口。小米爬上床，小心翼翼地抱住我。妈妈，我好想你。叔叔说你去打怪兽了，打赢了吗？赢了。我嘶哑地说，妈妈打赢了，那你可以陪我了吗？可以。我看向顾北辰，他正擦着眼泪，笑得很丑。妈妈会一直陪着你，康复的日子很漫长。顾北辰请了最好的护工，但他坚持每天亲自照顾我，给我擦身、喂饭、读报纸。他学会了扎辫子，虽然扎得很丑；学会了讲故事，虽然讲得没我好。1个月后，我能坐起来了；2个月，我能下床走路；3个月，医生说我基本康复，只需要定期复查。那天，顾北辰带我去了海边，不是当年那个海滩，是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夕阳西下，金色的光照在海面上，小米在沙滩上奔跑，顾北辰扶着我慢慢走。还记得吗？他问。我说过，等你好了，我每天都告诉你一遍。什么？他停下，转向我，单膝跪地，不是求婚，是忏悔的姿势。许念，我爱你。他说，从来都爱你。这3个月，我看着你醒来，看着你康复，看着你重新笑起来，我才明白什么是失而复得。他拿出一枚戒指，很简单，只是一圈白金，没有钻。这不是求婚，他说是道歉，为5年前，为这5年，为所有的伤害。戴上它，不是答应嫁给我，是答应给我一个追你的机会，像大学时那样，从头开始。我看着那枚戒指，又看看他，他老了，有白头发了，眼角有细纹了，但眼睛还是那样，看着我的时候，像看着全世界。如果复查复发呢？我问。那就在手术。他说在康复，我会一直在。如果我不爱你了呢？那就让我爱你。他说爱到你重新爱上我，或者至少不恨我。我伸出手，他愣了一下，然后颤抖着把戒指戴在我无名指上，大小刚好。怎么知道尺寸的？我问。大学时给你买过戒指。他说藏在抽屉里，没敢送。量过你的手指。我看向海面，夕阳正在沉下去，但明天还会升起来。顾北辰，我说我原谅你了。他抱住我，很紧，像是要把我揉进骨血里，但不是现在原谅。我说是慢慢原谅，你要做很多好事，说很多好话，受很多委屈，我才能彻底原谅。好，他说多久都行，一辈子都行。小米跑过来，扑进我们怀里，叔叔妈妈。他仰着脸，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吗？我和顾北辰对视，是。我说一家人，那我可以叫你爸爸吗？小米问顾北辰，他愣住了，眼泪又掉下来。你可以吗？可以。小米说，因为你每天都给我做早餐，送我上学，妈妈生病的时候你一直哭，这就是爸爸。顾北辰抱起他，举过头顶，在夕阳下转圈，笑声传得很远。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终于软化了，不是原谅，是和解，和过去和解，和命运和解，和自己和解。夕阳西下，新的一天即将到来。复查结果出来的那天，我正在店里理货，顾北辰陪我来，走过来帮忙。他穿着休闲装，蹲在货架前叠衣服，动作熟练了很多。手机响了，是医院。我走到外面接，顾北辰跟出来，紧张地看着我。徐女士，复查结果很好，没有复发迹象，恭喜。我挂了电话，看着顾北辰，怎么样？他问，声音发紧。你猜？不好。他的脸白了。没事，我们可以再去北京，去国外。我很好。我说没有复发。他愣了2秒，然后把我抱起来，在店门口转圈，放我下来。我拍他，有人看，让他们看。他大喊，我女朋友病好了，她好了。路人纷纷侧目，我红着脸，却忍不住笑。那天我们去了游乐园，带小米坐了旋转木马，过山车，吃了棉花糖。顾北辰像个孩子，比小米还兴奋。晚上在摩天轮上，他再次拿出戒指，这次是求婚。许念，他单膝跪地，在狭小的轿厢里，这很困难。嫁给我，不是为孩子，
不是为赎罪，是为我自己。我这辈子不能再失去你一次。我看着窗外的夜景，城市的灯火像星河。如果我说不能，那我就明天再问。他说后天、大后天，问到同意为止。那我说好吧，我伸出手，省得你明天再来。他愣住，然后狂喜，把戒指戴在我手上，还是那枚简单的白金圈，只是这次他加了一颗小钻，这是补的。他说结婚时换大的。我们相拥在摩天轮的最高点接吻，小米在旁边捂着眼睛羞羞。1年后，我们举行了婚礼，很小型的，在海边，只有亲近的朋友和家人。林月是伴娘，沉默是伴郎，小米是花童，穿着白色的小裙子，撒花瓣。顾夫人没来，顾北辰和他决裂了，除了定期的赡养费，几乎不往来。听说他后来接受了，派人送来了一堆玉镯，说是给儿媳妇的，我没带，收在抽屉里，有些裂痕不是时间能修补的。婚礼那天，顾北辰喝了很多酒，抱着我哭，我以为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他说我以为我毁了一切，嘘，我吻他，今天不哭，今天笑。他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婚后我们住在那套公寓里，没回顾宅。小米上了附近最好的幼儿园，我重新开始经营童装店。顾北辰每天准时下班，周末带我们去野餐，一切都很完美，太完美了，以至于我有时候会害怕这是梦，醒来还是在那个破旧的出租屋里，一个人发烧，一个人疼痛，不是梦。顾北辰会抱住我，我在，永远都在。第3年，我怀孕了，不是意外，是我们都准备好了。小米想要个弟弟或妹妹，顾北辰想要一个他全程参与的孕期，而我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体验。孕期很顺利，顾北辰请了长假，每天陪着我产检、胎教、准备婴儿房，他事事亲力亲为。生产那天和上次截然不同，我在 VIP 产房，他全程陪产，握着我的手，在我耳边说呼吸，对，就这样，你很棒。当婴儿的啼哭响起，他哭了，比我还厉害，是个男孩，我们叫他顾念安，念念不忘，岁岁平安。抱着孩子，看着床边的丈夫和女儿，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在手术台上独自签字的夜晚。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而现在我知道那些孤独，那些痛苦，都是为了今天的圆满。命运很公平，它让你失去，也让你得到；它让你痛苦，也让你幸福。关键是你要撑到幸福来的那一刻。念安3岁的时候，顾北辰带我去了一个地方，是大学母校。毕业10年，一切都变了，旧宿舍楼拆了，食堂装修了，但那棵我们曾做过的梧桐树还在，记得吗？他指着树下的长椅，你第一次给我送早餐就是在这里等的，等了4个小时，因为我和室友通宵打牌，忘了时间。记得，我笑，你还把包子扔了，说凉了不好吃。我后来去垃圾桶捡了。他说被陈默看见，笑了我半年。我愣住了，真的。他握住我的手，许念，那时候我就爱你，只是我太蠢，太骄傲，不懂怎么表达。我们坐在长椅上，看着年轻的学生来来往往，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拿着最新的手机，脸上是无忧无虑的笑。后悔吗？我问。如果我们当初没分开，也许不后悔。他说那些痛苦让我懂得珍惜，如果当初一直顺利，我也许不会成长，不会明白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他转头看我，眼角有了皱纹，但眼神依然清澈。现在的顾北辰才配得上现在的许念。我靠在他肩上，梧桐叶落下，盖在我们身上。我也爱你。我说不只是原谅，是爱。经过了这么多，我依然爱你。他吻我的额头，像很多年前那个夏天。谢谢你。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谢谢你回来，是你没放弃。我说如果不是你强行介入我的生活，我们现在也许你在另一个世界。他打断我，声音很轻，我不敢想。那5年，每次想到你可能在某个角落受苦，我就……他收紧手臂，所以我感激命运给我第2次机会。我们坐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回家路上，念安在后座睡着了，小米在听音乐，顾北辰开车，我看着他，他的侧脸在暮色中很柔和，像一幅画。看什么？他察觉到了，笑问。看你。我说看我赢得了什么？赢得了什么？一切。我说我赢得了你，赢得了家庭，赢得了第2次生命，我赢得了所有。他伸出手握住我的，十指相扣。不，他说是我们赢得了彼此。车驶进夜色，前方是万家灯火，其中有一盏是我们的家，那里有2个孩子在等，有热饭热菜，有柔软的床，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曾经失去彼此，现在再也不放手。那里有我们的余生。念安5岁那年，我发现顾北辰在偷偷吃药，不是维生素，是抗焦虑的药。bottle 藏在书房抽屉里，被我偶然发现。那天晚上，孩子睡后，我拿着药瓶去找他，他正在阳台抽烟。是的，他又抽起来了。偶尔压力太大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他，回头看到药瓶，脸色变了。去年他承认公司出事，压力太大。现在呢？公司没问题了，为什么还吃？他掐了烟，走过来抱住我，因为害怕。怕什么？怕失去。他说，声音闷在我发间。许念，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失去你。每天晚上我都要确认你在呼吸才敢睡。每次你去医院检查，我都像在等待审判。我推开他，看着他的眼睛，你应该告诉我，我不想让你担心。顾北辰，我打断他，我们约定过不再有秘密。他沉默了很久，点头。好，不再隐瞒。我们一起去找了心理医生，诊断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源于5年前差点失去我的经历。治疗持续了1年。那1年，我们每周去咨询，学习如何面对恐惧，如何表达不安，如何在爱里建立安全感。顾北辰渐渐好了，他学会了在我复查焦虑时说出来，而不是一个人抽烟。
学会了在我出差时打电话说我想你，而不是假装坚强。而我学会了接受他的脆弱。原来强大如顾北辰也会害怕，原来爱到极致是恐惧失去。对不起，最后一次咨询结束，他在车里说让你担心了，傻瓜。我握住他的手，这就是婚姻，你支撑我，我支撑你。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过去的伤痛，聊现在的幸福，聊未来的恐惧。答应我一件事，我说如果我先走，别说那个字。他立刻说，听我说完，我坚持，如果我先走，你要好好活着，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孩子，为了你自己，去找新的幸福，别像我父亲那样孤独终老。他看着我，眼眶红了，我做不到，你能做到。我说，因为你要给孩子们做榜样，告诉他们，爱不是占有，是祝福，即使分开，也希望对方好，没有你不会有好。他说会有，我吻他，我保证会有。我们相拥而眠，像很多个普通的夜晚，但我知道这个夜晚不同，我们跨越了最后一道障碍，对死亡的恐惧，对失去的恐惧。从此我们可以真正坦然的相爱。小米考上大学那年，我们搬回了顾宅，不是顾夫人住的那栋，是隔壁新建的别墅。顾夫人老了，身体不好，顾北辰虽然和她决裂，但毕竟是母亲，定期会去看她。第一次去我很紧张，但她变了很多，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贵妇，而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坐吧，她说，喝杯茶，茶是上好的龙井，她亲手泡的。对不起，她突然说，当年是我太偏执，我以为门当户对才是幸福，没想到。她看向窗外，顾北辰正在花园里陪念安打球，看到他现在这么开心，我知道我错了，我没说话，只是喝茶。许念，他转头看我，谢谢你，谢谢你救了他，也谢谢你原谅我。我没有原谅您，我诚实的说，但我接受了，接受您是他母亲，接受您也是家庭的一部分。他苦笑，还是这么倔。是我微笑，但您儿子就喜欢这样的。从那天起，我们有了微妙的和解，不是亲密，是尊重。他不再干涉我们的生活，偶尔节日会一起吃饭。小米和念安叫他奶奶，他会给红包，会给礼物，会像一个普通的祖母。有些裂痕永远无法完全修复，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让裂痕扩大。小米上大学前夜，我们母女长谈。妈，他问，你恨过爸爸吗？当年他那样对你？我想了想，恨过，非常恨。那现在呢？现在明白了。我说，人在年轻时总是犯错，重要的是他愿意改，愿意弥补，而我愿意给机会。如果是我，小米说，我可能不会原谅，那是因为你还没遇到那个让你愿意原谅的人。我笑，等你遇到了，你就会懂，爱不是不犯错，是犯了错还愿意一起修。小米抱住我，妈妈，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么温暖的家。我拍着他的背，像小时候那样。他不知道，我曾经一个人躺在产房里，发誓要给他最好的一切。现在我做到了。顾北辰走进来，看到我们相拥，笑了笑，坐在旁边。聊什么呢？聊你怎么欺负妈妈的。小米告状，我哪有？就有，我加入。当年你多混蛋啊！顾北辰，他举手投降。是，我混蛋，用余生赔罪，行不行？我和小米异口同声，我们笑了，在灯光下像一幅普通的家庭画。但我知道，这普通是用多少痛苦换来的，值得，一切都值得。岁月如梭，念安大学毕业那年，顾北辰退休了，我们把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开始了真正的二人世界。旅行、养花、学画画，我们做了很多年轻时没做的事，当然也有遗憾。我的身体毕竟受过重创，过了50岁，各种毛病开始显现，关节炎、视力下降、记忆力衰退。顾北辰变成了最细心的护士，每天提醒我吃药，陪我做复健，在我记性不好的时候耐心地帮我回忆。我是不是老了？我问。是，他吻我的皱纹，但我也老了，我们一起老，公平。60岁那年，我们去了瑞士，在阿尔卑斯山下，他再次求婚，这次是为了什么？我问。为了下一个10年。他说，为了下个10年，为了每一辈子。我笑着戴上戒指，还是那枚白金圈，只是钻更亮了，因为每年结婚纪念日他都会拿去保养抛光。他说，这就像我们的爱情，越久越亮。65岁，我生了一场大病，不是癌症复发，是心脏病。手术台上，我再次面对生死。这一次，顾北辰全程陪在手术室外。70岁的老人不吃不喝等了8小时。我醒来时，他握着我的手，眼泪直流。你又赢了，他说，因为有你等着。我虚弱地说，我不能输。康复后，我们搬回了海边，那栋见证了太多故事的房子，我们重新装修，准备在这里养老。每天我们看日出，看日落，牵手散步。小米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念安也成家了，常常带着孙辈来看我们。Grandchildren 叫我们爷爷奶奶，在沙滩上奔跑，像当年的小米。顾北辰会教他们写字，在沙滩上写顾北辰爱许念，然后看着海浪冲掉。爷爷为什么要写？浪会冲掉的。小孙子问。因为冲掉了还可以再写。顾北辰说，只要一直写，爱就一直在。我坐在旁边笑看着他。70岁的顾北辰背弯了，头发全白了，但眼睛还是那样，看着我的时候像看着全世界。许念，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这辈子你后悔吗？不后悔。我说，你呢？我后悔。他说，后悔浪费了5年，后悔让你受苦，但他握住我的手，不后悔遇见你，爱上你，追回你，这是我做过最好的事。夕阳西下，他的侧脸在余晖中泛着金光，我靠在他肩上，闭上眼睛，耳边是海浪声，孩子的笑声，还有他的心跳声，平稳有力，像我们的爱情。经过了那么多风雨，我们终于抵达了平静的港湾。顾北辰，下辈子，下辈子，我还要遇见你，只是那时候别再错过了。